好，这一次布林肯访问完中国大陆之后啊，那很多人是解读说，这个访问呢，感觉好像没什么太大的进展，或者是说，感觉好像这个美国矮了一截那种感受。可是美国他们自己是不是心里面也有这种挣扎跟矛盾哦？所以有一种这个精神胜利法。我们来看看这布林肯讲说啊，这个延后4个月访中，这个间谍事件气球间谍事件应该要结束了。他说这一次的北京之行啊，标志着稳定了中美关系重要的开端啊，两国应该从这个气球事件当中走出来，应该要翻篇了。但是呢，你看看呢，这个拜登好像不愿意翻篇了。拜登在出席活动的时候，20号去到加州募款活动的时候，还表示对于我击落那一个这个气球，这个间谍气球习近平感到非常的不悦。原因就是呢，他不知道气球出现在哪里，这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尴尬情况。人家布林肯都急着翻篇了，这个拜登又把这一页翻回来这在搞什么呢？这是一种精神胜利还是怎么样？就是明明已经让你去了，然后也赶紧就是你们跟中国大陆表达说想要翻篇了，结果你这样子事后还要再酸个2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用意呢？那我们另外看一下这个习近平跟布林肯就是接见布林肯的时候呢，这个福斯新闻讲说，这个美国遭到中国的外交吐痰感觉上面好像这一口痰吐在美国脸上那不懂这个拜登政府对于大陆的总体的战略到底是什么，有点自取其辱的感觉就连呢这个布林肯跟习近平的握手，人家都讲说感觉这个腰杆好像没有站直就是硬生生这种弯着腰跟习近平握手，也让大家觉得说挺尴尬的。你看到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前发言人讲说，拜登当局表现的匮乏又绝望他们比陆更想要谈，那所以大陆知道这一点所以让他们卑躬屈膝真是尴尬了。那可是拜登的感受又不一样了，他现在告诉大家，他的外交功力还不输给季辛吉还说自己努力了207年，我都不知道他可以努力这么久真的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他说我大言不惭的讲还自己说自己大言不惭。我认为我对于美国外交的策略的了解不输任何在世者包含了季辛吉博士，这就是我一辈子在做的事情，也就是过去207年在做的事情。大家听完之后，反正这就是美国啦，大家看一看这个是不是精神胜利法？再来我们看看这个美国因为很想要访问大陆嘛，那最想达成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恢复军事的沟通可是看起来布林肯讲被中国大陆给拒绝了。他向媒体透露，他说这次谈话被大陆拒绝，他最优先协商的这个任务就是恢复双方这个军方的对话，看起来是没有达成。那再来呢，他还要达成3大目标，就是数个月之内官员要互相的访问。因为呢看到了这个康达也讲说很感谢这个秦刚的邀约那双方会在彼此合适的时间做对等的访问，所以包含了像是这个白宫的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资深主任博兰，他就预期说中美官员在未来几个月会互相访问，可能还有叶伦可能还有这个气候特使凯瑞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亚太经贸合作方面的一些官员们那凯瑞很急他就很着急说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轮得到他去然后呢想要赶快确定一下他可以访华的时间点。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首先要去访问美国的恐怕是莫迪了。我们看到很多相关美国的媒体都有这个报道就好像说我们现在这个整个供应链要转向啦，我不要中国大陆，我不要靠你啦，我要跟你脱钩断链，但是呢我们要转向印度去了，所以现在莫迪的行程也引发大家瞩目我们来看看画面。और जिस तरह से हम आपको ये भी बता रहे हैं कि होटल में कुछ ही देर में पहुंचेंगे, वहां पर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के स्वागत के लिए काफी संख्या में लोग वहां पर मौजूद हैं। 美方的官员也这样子接待他，然后也说是一个最高规格的这个招待将要设国宴。那所以他们这个展开这个去到美国的国事访问是6月21到6月24号。那他是莫迪首度以这个外交最高规格的方式来访问华盛顿。那对于华盛顿来讲的话，他们就说，这也是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然后也会为他举行最隆重的一个仪式。那我们刚刚看到的画面就是微隆重算是有一点隆重，但是也没有好像讲到那么的隆重那我们来看看，现在连特斯拉都要做印度制造了嘛？据传莫迪这次去到
美国也会跟马斯克来见面。那美印互助是为着冲着中国而来吗？现在看起来哦，这个我们看路透社的这边访问了新德里的学者，他说这不是抑制大陆或是反中的问题哦，而是关乎亚洲建立一个新的权力平衡。那亚洲是一个多极的、没有单一势力的主宰哦。那所以莫迪讲说，现在印美的互信哦，这个是前所未见的高度啊。那是谈到了中印关系，他说这个边境和平才能够发展哦，只有印中或是中印边境实现和平的情况之下，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才能够更往前推进。所以他的话语当中啊，其实也不想要这么的冲着中国大陆，也是有一点保留啊。那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事实上这一次这个布林肯在中国大陆受尽屈辱啊，对，尤其最后这个这个习近平接见他的时候啊，基本上就是啊把他降格了，从来没有一个美国国务卿啊在这个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啊是受到那种待遇的，所谓见了34分钟，中间习近平讲一句，翻译讲一句，也不跟他讲了17分钟的话，根本这个布林肯连插嘴的余地都没有啊。基本上习近平讲说啊，他说这个搞大国对抗啊，已经落伍了。他还讲也不能够解决美国自己本身的问题啊，这是很重的话，这就是教训他啊。那所以一个堂堂美国国务卿，说实话，真是在中国大陆受尽屈辱。所以 Fox News 讲的一点没错。那他为什么要去？也就是这个美国人，事实上只要有利可图，说他不管什么面子不面子的，他为什么也要表示说，哎呀，我们跟中国大陆，你看习近平还是接见我。然后你看拜登在美国怎么讲？拜登说他的表现非常好，我们现在跟中国的关系在正确的这个轨道上啊，你们应该问他有没有什么收获，你们应该问他收获了多少，对不对？所以拜登也很肯定，为什么？因为现在到了选举年了，拜登要谁的支持？要华尔街的那些银行家的支持，银行家都在中国大陆做生意赚的很多啊。另外需要大企业的老板的支持，大企业你说 GM 美国的还有波音哪个不想跟中国大陆做生意啊？所以他是为了他自己去的。所以今天说实话，真的我认为啊，这个布林肯是打落牙齿或血吞啊，真是唾面自干。可是美国人是重实际利益的，他才不要什么这种虚名啊、虚的这些面子不问题，面子。所以其实事实上，我觉得美国可能下一步就要跟中国大陆谈的就是台湾问题了。所以台湾民进党这个对美国这个百依百顺做美国的乖儿乖孙子美国该出卖他的时候还是就出卖。这次 AIT 的主席到台湾来，赖清德文放第2位。对你今天民进党从这个过去蔡英文8年对美国效忠的还不够吗？美国人叫他吃，叫台湾人吃这个莱猪，他就吃啦。美国人叫他改善台湾的服兵役，从4个月搞1年，他也买了，他也都通通买单。结果你看，美国的 AIT 理事主席来把他放第2位，所以我们都看得比较长啦。这个美国出卖，为了自己利益什么都做得出来。那这一点蔡英文实在是这一点他没有看出来对不起台湾人的。那如果说美国现在因为选举因素开始用台湾当筹码跟中国大陆谈判的话，那蔡英文才是怎么样？赔了夫人又折兵，被人家出卖了就用赖清德，就被人家出卖了还帮人家数钞票。那现在这个事情很可能就快要发生了。那从这个布林肯到中国大陆受尽屈辱，他还是要硬待在那边坐34分钟坐在下面跟小学生一样听训，而且你有没有注意，他还坐1/2板凳，恭顺的不得了。对，比这个习近平讲的话，你们现在去每一个拿出来都是在教训美国的。所以这样他就要坐那边听，为什么？他现在有求于美国嘛。美国就是这么现实。我是觉得这个很可能下一步就要拿台湾问题出来再跟美国当筹码打，最后蔡英文这些人让台湾付出的所有代价，对美国人所有展现的这种恭顺像乖儿子一样的通通都怎么样，通通付诸流水。所以呢，外交第一个要把
蔡英文永远告诉他要把台湾的利益、台湾人利益放第一，不要好把美国人当组织来伺候。拜登有讲到这个努力的207年，可能是说这个美国立国以来他可能是最努力的，这个外交的功力也是这个1等1的，不输给这个季辛吉。季辛吉100岁了嘛，但是他是讲说自己是207年来可能这个功力最高的嘛，所以我们来问一下校长。我想拜登是一个传统的美国的政治人物那他的确在外交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我们看这个布林肯这次到大陆访问的事情，其实我们应该从2个角度来看。那第一个角度，你必须了解说，美国作为一个西方的大国，或者特别是昂萨这么一个代表的国家，其实它是不可能容许中国大陆崛起的。所以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对抗，我觉得会持续下去的。但是美国作为一个外交经验非常丰富的国家，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可以进，什么时候可以退。所以我觉得现在包括布林肯到大陆的同一天，那拜登正在美国的费城宣布他的参选的有关的方面的事情，也就是这次布林肯的事情，我觉得更多的是美国内部的一些考量，就是他要选举到了，他在选举的过程中，他不能够让中国大陆跟他是采取完全的敌对，而必须寻求一个让外界感觉起来，基本上他可以跟中国大陆和解的。所以你从2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呢，美方的确也是这一方是一个获胜者。为什么？因为美国作为一个大国来讲，他今天原来在这个巴厘岛会议以后呢，他们说希望能够改善两边的关系。布林肯原来在今年的一大早就要去，可是后来气球事件呢，布林肯说就不去了。那现在布林肯又要去，所以说你可以看出来，在这个美中关系过程中的时候呢，美国还是非常的强势。就换句话说，我要去就去，我不去我就不去。那我去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外交部长、你的王毅，还有你的习近平也必须见我。所以他塑造这个形象，对他美国内部的选举是有帮助的。比如他就采取美中关系完全一个主动。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呢，作为一个大国，大国之间的外交有一定的分寸，也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国务卿、外交部长，那么你到大陆来访问，依照以往的惯例，习近平都会去接见的，都会接见。也就是大国之间比较不会去动情绪。那中国大陆相对于美国来讲，我们说美国是200多年比较年轻的一个国家，可是中国大陆呢，包括我们中国在内，有几千年的文明，所以做很多的事情基本上是讲究这个理的，所以还是让你来了。那但是来的过程中呢，该讲的话我还是要讲，所以在讲话过程中是寸步不让的。那正如同您看这个画面来讲，这一次呢，把接见美国的国务卿改成一个工作会议式的方式，而不是双方面的坐在旁边的讨论。所以这一个摸字形呢，其实就隐含着中国大陆告诉你说，你今天来，我特别是接见你，那借这个机会，我也传达一些讯息给你，给你一些精神讲话，面子都给了你了，那里子你好好听得回去。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个美中互动，这一次布林肯访问中，双方面都取得了大家要的一个东西。但是对于两岸关系，对于美中关系来讲，还是以往来讲不会有任何的巨大的一些改变。好，将军。那个拜登他讲到他努力了207年，我想说为什么会有207？美国从1776年独立战争、独立建国之后，到2023年，总共是247年。他可能247年跟207年，可能他可能稍微有点他差异性没弄出来。这一次布林肯到中国大陆访问是2018年以来的，隔5年嘛，到2023现在，所以大家这个众所瞩目。但是这个事不依无意哦，变成这个状况，是变成我看了内容之后，是变成中国大陆对美国来画设限，是这个样子。不要新冷战啊，不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啊，不这个强化同盟来反中，然后也是不支持台独，然后无意以中国做对抗，都是对美国设限呢。换句话，在这个双方在谈判这个你来我往的状况之下，中共在这一方面反而是稍微占了上风。你看掌握了主动权。你看刚那个习近平一在的话，变两边岔开，他变成他这边当家做主席是这个样。这个他的位置的安排也可以隐含到中国大陆跟美国是平起平坐，他已经当主席，两边站开这样子，他来主持这个会议。所以我们也看，从今年2月的气球事件虽然落幕了，但是我来研判，那个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军事的活动不会，它还会继续强化，就好像前一阵子的中共的歼16是拦截美国的RC-135，中共的这个
我们知道中共的这个苏州号去拦截美国的中云号的这个神盾舰，你看就这样，这个动作将来我认为会持续。还有美国的 RC-135U 到中国大陆去抵近侦察，美国的雷根号航母从巴士海峡进入南海，最近的事情，我认为这些一系列的这些活动哦，还会再做持续。还有美国现在跟法国、还有日本、还有加拿大也在这边做联合军演。那前一阵子跟菲律宾还有日本在菲律宾的联合军演，这都在做啊。所以我要认为，这个布林肯访问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告一段落了。但是问题是，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种军事上的较劲，尤其在南海、在台海、在东海，甚至在黄海，因为它的 RC-135U是到中国的黄海，一直到山东的这个青岛那边去做抵近侦察，看它的这个山东号的这个航空母舰停在那边做休整的状况。你看这一系列军事上的这种活动、较劲，甚至对抗，我认为不会停歇。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德的会面哦。李强呢，现在他是专机哦，抵达这个德国哦，他等于说舍专机搭包机啊。那港媒是讲说，这是凸显出习近平定于一尊的这个讯息哦。那包含了像是秦刚也跟德国的外长通了电话，也强调说中方是反对这个脱钩断链。所以现在肖兹跟李强的这个会面哦，就讲说，接下来可能是要调整中德关系哦。虽然这个柏林把北京列为这个系统性的对手，但是呢，他们其实觉得，绝不反对，不要遏制呢这个中国的经济崛起哦。所以看起来这个德国的这个态度啊，就是说，应该是降低依赖，但是呢，双方的合作还是要继续的。李强也提到了，他跟这个德国的工商界见面的时候说，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哦。与会的都是非常知名的一些品牌，像是西门子、福斯、宾士、宝马，然后呢，这些品牌的这些创办人哦、负责人哦，也都出席了，所以足以见得德国的一些市场啊，或是企业是多么的看重中国大陆这边的一个交流。那所以李强在讲啊，这接下来应该是要一起合作来对抗这样子的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一个不安全哦。还有这个德国的汉堡港也这个协定终于波折了2年也签署了。虽然说啊，这个美国或者这些西方媒体都一直在讲说他担心这个中资哦对于德国一些重要企业啊或者基础建设的一些相关影响啊，但是现在终于是签订了下来。然后呢，现在目前中远集团呢也将购得这个汉堡港的这个码头大概24%的股份哦，终于是完成了相关的签署。那再来，马克宏也是很着急啊，很希望赶快8月份的时候金砖峰会要举行哦，他希望能够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法国的外长就讲说，他们已经跟这个南非的外长提到啦，就说有这个总统有时间，就是说马克宏啊有兴趣有时间，然后希望寻求法国与金砖国家能够保持对话。那不止如此哦，你看到像孟加拉也正式申请了要加入金砖国家哦，就连最近都看到了6月10号上海与这个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行长哦，这个见面的时候都已经提出了洪都拉斯也想要加入到这个金砖国家哦。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空巴跟波音之战因为现在看起来这个数十亿美元的订单在巴黎航展上面呢超过2500家的这些商家来参展哦。这一回呢，是不是空巴又敲进了大单哦？航空业者的表示他们说现在疫情之后航空业迅速的这个复苏哦，所以2大民航机的制造商也积极在争取价值数十亿元的这个订单。那像是印度的超级订单也是敲给了空巴哦，史上最多500架客机的这个订单哦。这个印度的联航一口气订了这么多，这也算是民航史上最大的一笔商业喷射客机的一个订单，将在2030到2035之间陆续来交集。那我们看看现在这个马克宏讲了，他说希望
欧洲的防空体系啊，不要找美国买，我们欧洲国家的防空体系应该要寻求更多的独立性，而不要依赖美国。所以你看，马克宏已经带领着法国，就是想要跟美国的关系划清界限嘛，越走越远了。那不只是如此哦，就连这个中国大陆这一回也去参加这个航空展嘛，在这当中你看到，有这个很多过去没亮相，或是过去这一阵子我们讨论的这个 C919哦，也在这一次的这个巴黎的航空展里面出现了。那大家想说，哇，这个有30多家的客户，大概1000多架的这个订单哦，都持续在累积当中，甚至大家注意到这一架。这难道是 CR929 吗 ？R 是指的这个俄罗斯哦，过去大陆跟俄罗斯要做这个大型客机啊，那这一回又看到这个大型客机的出现，可是没有名称，人家想说是不是这个 C929？因为后来俄罗斯退出了，所以就没有 R 了。C929是不是有可能会复活呢？看到现在目前它的这个航程哦，可以达12000公里哦，然后还有它的载客量大概是280到320人，是一个长航程的宽体飞机哦。所以接下来会不会中国大陆又有这个在客机方面又有更大的这个技术上的一个进展？竟然也在这一次的巴黎航展当中，率先亮相这样子的一个宽体客机的一个模型展出哦。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其实这个。以德国现在的经济跟中国大陆这种密切的关系来讲应该德国从自己利益角度考量，他是不愿意跟中国大陆做任何脱钩的。所以事实上，在美国还没表态以前，德国就已经表态了，而且是透过欧盟的那个凡德莱恩表态。他说欧洲不寻求跟中国大陆经济脱钩，只跟中国大陆在进行什么？在这个de-risking 就是去风险化而已，那基本上已经不会跟中国大陆脱钩了。可是呢，还是因为他这个现在是联合政府嘛，政府里有些反中的力量所以他前一阵通过一个战略报告，把中国大陆定义为什么系统性对手就是不符合德国的经济利益。真正的原因也不是说他内部有一些很强烈的反中，主要是他要配合美国的，基本上过去几年看起来。是要跟中国大陆经济脱钩那样一个政策的压力啦，因为德国不可讳言呢，它国内还有3万多美军住在德国了，然后呢还有几十个美军基地了，所以德国基本上要真的我们用事实来形容，它是一个还在被美军占领状态的一个国家，所以它处处把美国人的任何的做法都奉为圣旨，有的执行起来还更有过之而不及。不过他们应该注意到了。这一次布林肯到中国大陆访问，带去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布林肯在他这个会见后的记者会讲了2次，他说美国从来没有要寻求跟中国大陆经贸脱钩。他说他们自己的财政部长叶伦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如果美国跟中国经济脱钩，当会对美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他说美国只寻求怎么样？跟中国大陆再怎么样，也是跟欧洲一样是 de-risking 去风险化而已。他说去风险的呢，这一些去风险化对中国大陆这些所谓贸易跟经济的这种设限呢，他用了2个字非常精准，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叫narrowly focused， 非常狭窄的一个范围里面，还有一个呢 carefully tailored， 而且是非常小心然后炮制出来的一个对中国的一个所谓的去风险化作为。所以事实上这一次布林肯到中国大陆，就是正式宣布美国跟中国大陆所谓的经贸脱钩的政策已经彻底终结了。所以德国还搞不清楚他的组织已经改变方向了。所以当然了，德国本来他国内的这些尤其这些大企业老板从来都是反对的，因为他们知道你有什么条件跟中国大陆经贸脱钩？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如果没有中国大陆过去40年改革开放跟这个德国产业界的密切合作，今天德国的经济的状况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德国接下来也没有必要演了，因为他的老板已经放弃跟这个中国大陆经济脱钩了。所以我觉得德国现在面临他自己的问题他跟中国大陆在经贸结构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而且德国现在在国内生产成本因为能源价格升高会改变对
中国大陆的投资政策。好，来请教校长。我觉得脱钩啊跟去风险这是一个讲法的问题啊。如果能够脱钩的话呢，西方早就跟中国大陆脱钩了。脱钩的目的就要把中国大陆的科技啊给它掐脖子，给它扼杀为止。那这几年的下来呢，大家也知道脱钩是脱不了了，因为脱钩的结果自己也受伤惨重，所以换了一个讲法叫做去风险啊。所以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在对抗的角度，并没有全心全意的全面性的合作。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毫无疑问，在欧洲来讲，德国跟法国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德国有一点像是欧洲的火车头。那你看，最早欧洲去访问的肖吃，带的就是德国的12个企业家去中国大陆访问。因为德国虽然现在他们的执政者，我们叫做红蓝绿哈，基本上就是那个，基本上是包括自民党、包括基民党，还包括绿党。那他们共同的联合政府，他们在政治方面其实相互之间有一些认同，有一些不一样的。但在经济的要求之下，毕竟还是要加强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再一次的见面。那包括这个汉堡港呢，我觉得汉堡港的意义也蛮重大的，它其实也反映出来了，原来希望那个中海运希望入股大概35%，那当时你也知道，德国基本上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对中国大陆还是某种的质疑嘛，所以在这个政治的压力之下，从30%的股份降到24.99%，那作为24.99%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再去影响到整个汉堡这个海港他们整个营运的决策。但是毕竟呢，这个汉堡港是德国的最大港，也是欧洲的第3大港。那在这个汉堡港呢，基本上中海运它有了一个基地以后呢，它几乎是完成了它是全世界的一个大布局。那在全世界有37个港口，算是有46个码头，那也有大概300多个可以说趴位哈，它那个船停的地方，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它进军欧洲的市场，随着它将来的一些整个海域跟一带一路，那它布局基本上完成了。那法国这次比较更重要的，法国在整个欧洲呢，它是政治上的领导者。那马克宏呢，强调战略自主。那马克宏强调战略自主，这一次你看，特别他希望能够在这个金砖的峰会，在8月份的时候呢，以这个观察员的身份参加。我们知道金砖峰会刚出来的时候呢，后来这段时间本来没有大家还特别的重视，可是随着俄乌战争以后，大家对于美国在货币方面的操作相当大的不满，所以现在全世界越来越看重这个金砖集团了。现在有14个国家已经正式申请加入了，包括什么？包括伊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跟埃及，也有6个国家呢正准备考虑加入，就是包括印尼和阿根廷。所以你看，当这些都是很多具有战略资源的这些国家，如果他们加入这个金砖集团的时候，我觉得对于中国大陆它在全球的在资源方面的这个影响力，我觉得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那法国的马克宏他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很急切的希望能够透过观察员的方式去参与。当然到目前为止，俄罗斯还表达了非常不欢迎的态度。可是我相信过一段时间的大家协调，可能法国的总统还是有机会去参加这个金砖集团。那这对于整个欧洲来讲，其他的欧洲国家来讲，也会产生非常大的冲击。那包括德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会不会在未来也希望能够多参与金砖集团的事情？那这对于全球的整个一个政经布局，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些影响。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将军哦，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巴黎航展呢，等于说中国大陆是事隔4年之后再次参加，也带着他们这个最新亮相的这个 C919，甚至是有可能是 C929的这些客机去到这个地方，这也代表着法国跟中国在航空业未来可能交流，或者是说彼此这种技术上的合作的可能性是更多的。对，这个4月的时候，马克宏到大陆上去访问中国大陆，下了大订单，向法国的空中巴士订了。然后总共这个含的盖量的话，总共是292架，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量。那现在这个印度也向这个空中巴士去买，要订500架的订单呢。它是载体的这个单走道的，比较小，因为就是做区域飞行的。那这样换句话说，对美国的波音公司来看的话，会形成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变成这个法国的空中巴士它的市场更大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德国，那德国看到法国一直在这个经济上面有那么好的好处，那么大的好处之后，他也希望跟中国大陆在经济上做交往。任何政治也好，军事也好，或外交也好，最后都会回到经济面，因为经济面是国家建设之母嘛。有钱，任何的不管军事或政治都要靠钱来堆积嘛。那这样的话，换句话会回到经济面。那德国的最大的贸易的对象就是中国大陆，第2是美国。那当然对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希望中国大陆多采购德国的这些商品嘛。
因为在去年2022年，德国跟中国大陆是贸易赤字，就是说像中国大陆买的东西多，卖给中国大陆少，所以希望中国大陆多买一些德国的产品，是这个样子。那换句话说，德国在这一方面就非常重视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知道那个尤其是印度这次下500架的像空中巴士，这是算是大订单。那这500架呢，因为最重要的，印度它现在向法国买标风战机，买了32架标风战机，有12架是双座的，那其他的是单座的。你看买了标风战机，而且还要向法国买法国不要的幻象2000。观众朋友们，午安！感谢你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翟轩好，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翟轩好，大家好。好，立刻看看现在这个柯文哲倒是变成了 ECFA 的代言人了吗？怎么说呢？他讲说现在喊说要重启服贸啊，引发了这个绿营的围剿。结果柯文哲很生气啊，就讲说，那你不然叫蔡英文把 ECFA 给废了啊？我们来听一下。两岸监督条例在立法院躺多久了？只有民进党不想通过的法律，有民进党不能通过的法律吧？说你10年前其实是反对。10年前蔡英文还跟马英九辩论要把ECFA反对，要不然蔡英文就把ECFA废掉算了。对，所以相较起来，好像柯文哲现在变成了比较敢讲服贸，比较敢讲 ECFA 所以他讲说这个传出来他的这个国政白皮书将会主张两岸恢复两会的机制，还要有意重启两岸的服贸货贸的谈判，引发了一些讨论所以绿营的人立刻就跳出来，这个林俊宪讲说，这个服贸2014年被挡下来之后，只有马英九敢提啊，柯文哲过了10年还看不清楚，只能说是个傻子，是这样子来讽刺柯文哲。林楚英也讲说，柯文哲你对得起年轻人吗？服贸争议正是当年太阳花学运那太阳花学运也是让你柯文哲起家的，你现在怎么给变化了？所以现在还有很多的侧翼开始在疯狂作图了，就直接把柯文哲换成了这样子卡通的这个变脸然后就讲说要通过那个两岸条例啊、监督条例啊、法夹湾那所以就讲说他是这个人格分裂啊，就是这样子讽刺他，用很不堪的字眼。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边也讲说什么退回服贸、捍卫民主那时候让他坐上市长位置结果现在突然变成喊两岸一家亲这当然都是来自于这个绿营的一个讽刺讲说你为了要上位你都可以这样改变你的立场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柯文哲就是讲就是我们刚刚掐的这一段，不然蔡英文你就废掉 ECFA其实蔡英文当时不是在10年前跟马英九辩论的时候还讲说ECFA 是糖衣毒药啊，什么上台之后就一定要赶快推动公投来废掉 ECFA， 但是现在呢是不要的，我就希望 ECFA 绝对不要停下来那所以态度不是也是这样转变吗？所以其实你这样看过去所有的政治人物可能换个位置都会换个说法啦。那网友在讲说好奇怪这 ECFA 的议题其实不是民进党国民党的主场吗？那为什么现在国民党反倒侯友宜不出来讲这个 ECFA， 不出来讲这个服贸呢？那当然这个又要回归到一个9·2共识了，要先有9·2共识才有 ECFA 嘛。你看看这个侯友宜去到大学演讲，台大演讲的时候，学生就问到这个9·2共识的问题但是侯友宜的回答好像也比较这个含糊，或者是说比较一个笼统的讲法。大学生是讲说你不断的回避9·2共识也没有提出这个清楚的主张，那未来跟中国大陆的对话框架究竟是什么呢？那侯友宜是讲不断的提宪法，中华民国宪法让两岸稳定下来，透过交流务实的去做。所以人家讲说为什么侯友宜到现在你还不愿意去提9·2共识呢？那不认9·2共识就是不认 ECFA， 所以感觉上面他好像也没有办法去站在9·2共识的立场反倒去质疑柯文哲那我们看看，其实中国大陆现在认的就是9·2共识在很多的场合，很多的这个什么国台办的一些相关的人物也都是在讲说9·2共识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朱凤莲现在目前呢讲说夏立言跟这个饶庆铃多次表达了相关的愿望，所以中国大陆已经恢复了世家的输入，已经获得了这些注册的登记那农民当然很开心就说真心的感谢饶庆铃跟国民党
党。其实前一阵子因为滞销非常严重，我们节目也都在广告的时候拿起看板，请大家帮忙来购买这个凤梨世家哦。的确，现在农民终于有地方可以再卖出去了。就连民进党的这个立委啊赖坤成，他也是在自己的脸书上面还转贴了中时的这个新闻哦，讲说国台办即日恢复台湾凤梨世家输入大陆哦，所以代表说他的选民当中也有一些人急需要把这个凤梨世家给外销，绿营也要跟着蹭一波这样子的一个利多哦。那我们来看这个农民哦，其实也希望这个农水产都可以跟进哦，因为中国大陆恢复开放这个凤梨世家之后，很多农渔民都讲说啊，希望这一波哦进了那么多的这些农渔产哦，其实都能够赶紧解禁。那问题就是，陆委会不去谈呢，我们相关的单位不去作为啊，所以我们看。中时在讲哦，这个利基92共识哦，大陆打开大门的弦外之音哦。北京选在跟这个夏立言和饶庆林亲自参加海峡论坛之后，释放对台的利多，这个才是台湾真正应该注意到的弦外之音，就是有92共识，一切都好谈。那可是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政府啊，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看到说，你开放只有台东25处的果园，这凤梨世家可以输入到中国大陆啊，陆委会立刻又跳出来啊，陆委会讲说这是个统战，这歧视其他县市的农民。他说这个国台办公布的资讯只限于台东啊，所以呢就代表说你们有去那边饶庆林，你有过去哦，所以是你去那边好像跪舔啊，还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氛围哦，他才开放你。那其他县市的人怎么办嘞？这是一种歧视的对待，这是一种分化台湾社会的统战作为，帽子扣得非常大。但是回归科学来讲，我们来看林北好友啊，从农民的农业专家的角度呛爆陆委会啊，讲说你拜托用点脑袋跟科学啊。他说，请问台湾除了台东，还有哪一个县市有出口凤梨世家到大陆？因为你讲这是分化啊，其他县市卖不过去。但问题是，如果其他县市没有凤梨世家呢？那你在那边叫什么东西啊？他说台东台东县占了所有的凤梨世家98.5%啊。那请问哪一个县市被歧视啦？哪一个县市被伤害啦？那你陆委会讲清楚吧。那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我觉得这个柯 P 他重提92就是 ECFA 里面的服贸协定其实他会得到很多的票跟支持。因为服贸事实上当时没有谈成台湾尤其这个金融产业，甚至这个就是说电商产业，还有很多台湾很强项的服务业零售业什么本来在大陆上可以获得很大的发展的空间都因为当时太阳花反对而很可惜的消失了那些商机。民进党只谈的是一些所谓的负面的，其实那些负面也是被夸大的。所以基本上这个服贸协定就我们来看的话，当然是非常有利台湾。为什么？因为大陆的市场比台湾大太多了。对，大陆的市场是14亿这个消费者，台湾只有2300万。你愿意跟他谈一个优惠的一个市场开放待遇，他是开放14亿人的市场，对，我们只相对开放2300万人市场。你说这个厉害用常识都知道了。可是居然当时就因为这些民进党的政治操作让我们很多有竞争力的这些我们台湾的这些服务业，尤其金融，丧失了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扩展的机会。所以柯 P 不是不懂这个，有人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告诉他，你如果提这个做你政见的话，你一定很多服务业的厂商会支持你。那我觉得他是从这个地方出发点，而且很客观的讲，跟大陆签任何这种所谓优惠性的贸易协定你一定要记得它是开放14亿的人的市场，跟我们它只要我们这边只有2300万人的市场所以呢。这个柯 P 真的里面他的团队里面有人懂，所以他提这个，但这反倒应该是国民党本来可以得分的，这就变成就是说国民党要好好检讨啦，对不对？国民党一碰到大陆政策以后就不敢发言，对不对？我们现在连92共识都没有听到侯友宜拿出来讲，国民党只要把他的35%的基本盘顾好以后，他再争取一下，现在从民进党游移出来的票就当选啦，对。始终想要抓那个空气票，不晓得在哪里的票，这个也不敢说，那个也不敢做，就到今天，你连基本团你都跑掉10%了，对，30%好了，我们
30%，你现在只查到20%的支持率啊，也就是说你自己人都没顾好。我跟你讲，你只要支持9·2共识，你那个30%就归队了。对，这都是希望两岸和平的，两岸互利的。所以啊，在这边啊，真的你要真的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团队哈，侯友宜的团队啊，要有一些啊，真正有一些有专才的人啊，在那边啊。给他啊一些建言吧啊，这样再搞下去，真的我们真的很替他担心啊，票都跑到柯 P 那里去了啦。这个你如果今天是金融从业者，你会不支持柯 P 吗？要懂他们的利益啊，你真的要懂啊，你要看懂 ECFA 服贸代表的是什么啊，对不对？都看不懂的话，那你还跟人家竞争什么？对不对？所以柯 P 是懂啦。那这个4家基本上开放啊，这个问题就是什么？背景是什么？背景是大陆现在加强对于什么食品安全的保护，它保护大陆，它现在有4个从严审核、从严规定、从严什么，所以才一系列台湾农产品过去可以过去的，就都因为什么防疫检疫通过不了。那你要怎么解决呢？那你就要跟大陆去沟通啊，防疫检疫，在这个饶庆林县长，他在这个大陆的台湾4家被禁了以后，他找台东大学研究，然后改善这个病虫害的问题，然后派了副县长去跟中国大陆沟通，所以呢才顺利的打开了台湾4家的市场。所以一定要就事论事，民进党从头到尾就是政治操作，所以他昨天还在说，哎，这个是名为会台，实则什么立中。就他今天就不敢讲，因为农民的反应最真实，他们知道民进党在搞政治，没有真正为我们农民造福，所以这件事你看民进党的2天之内就改口，现在根本不敢说话。其实我最近有观察到很多网络上头啊，比方说有一些这种直播主啊，或者是一些街访哦，去问一些年轻人，那些年轻人是讲说，以前他们是817，但是真的此一时彼一时哦，那个时候那个时空，他们觉得服贸货贸可能是相信民进党的一些讲法，这个可能会对台湾造成危害。可是他们越来越理解之后，很多817现在开始转变了，也就是说，你看到这赖清德的支持度也在往下掉，因为他们发现到说，两岸真的是得要沟通，所以有些817正在觉醒。我们来问一下张校长，因为这就是国民党长期以来其实对于两岸关系自己不愿意把它讲清楚，也讲不清楚。两岸关系现在存在着2个大的问题，一个是两岸要不要交流，第二个是两岸要不要和平。我们坦率来讲 ，ECFA 你说民进党也不会反对，如果他反对的话，早就把 ECFA 给取消掉了。那柯 P 今天只是明确的讲出来，我相信侯友宜先生也会赞成 ECFA。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侯友宜先生当然 ECFA。所以其实您现在谈到的就是一个9·2共识的问题。我相信台湾很多人在电视机面前可能并不了解9·2共识是什么，就整个感觉起来9·2共识好像就是一个贴在墙上的护身符、安全符，好像贴上去以后两岸关系就可以比较安全一点，台湾跟大陆的经贸就可以往来。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柯文哲先生他的另外一个看法，比如说他就说不赞同一个中国，但是他又主张 ECFA， 又支持9·2共识。那我想这边花点时间跟大家讲9·2共识到底内容是什么。我觉得9·2共识其实严格来讲应该叫做9·2联的理解。这个理解里面呢有2个共识，有一个没有共识。2个共识呢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谋求国家统一。所以这2个共识其实对北京来讲，把它叫做一中原则跟反对台独。那因为苏起先生在2000年的时候，特别中间有一个一中还有统一，所以苏起先生叫做9·2共识。那这个9·2理解里面还有一个没有共识，就是台北方面主张一中各表，可是北京认为说，现在讨论是事务性的问题，一个中国暂时不要表述。那这代表什么？9·2共识对于北京来讲，这是两岸所有交流的基础。如果不接受9·2共识，像现在海基海协就没办法互动。但是呢，如果只是1992年的9·2共识，那么没有对一中的内涵做出大家的讨论，做出共识，那么两岸永远还是只有事务性交流，是敌对关系。所以我说，今天谈到两岸关系的时候，如果今天只是为了两岸的交流，那么9·2共识那2个原则，一个中国跟谋求国家统一，这就够了。但是如果说今天两岸要结束敌对状态，走向和平，那两岸就要坐下来做一个政治性的对话、政治性的谈判。其实中国国民党最大的优势在于两岸关系，所以说中国国民党除了要坚持9·2共识以外，还应该在9·2共识的基础之下，能够比其他2个政党最能够结束敌对状态，走向和平。所以
今天侯友宜或者代表中国国民党，他将来要跟柯 P 做一个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说柯 P 其实他最多他的主张只能做到两岸的交流 ，ECFA 或者服贸，但是以柯 P 现在的所有的主张，他是不可能让两岸走向和平的，因为毕竟两岸现在还没有和平，那民进党更不要提了。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对于中国国民党要了解这场选举，其实国民党要能够赢得这场选举，你必须在两岸，中国国民党最大的优势在于说，不只能够促进两岸之间的交流，包括我们的农产品卖到大陆去，不只是 ECFA， 还包括服贸，还包括国民党曾经努力过的23项的交流。但国民党更大的功能在于说，我能够在两岸交流的基础上，我还能跟北京政治对话，来解决两岸的政治难题，让两岸真正能够走向和平，因为和平才是台湾最重要的保障嘛。那经贸关系，我们当然因为要交流嘛，但是马英九8年以来，很可惜，我们只做到经济，没有做到政治。没有做到政治的时候，那其实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让民进党从中间不断的去挑。包括2014年太阳花运动就是这样子起来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情给国民党一个很大的警惕。当柯文哲先生都已经主张 ECFA， 主张9·2，如果他这个 ECFA 的时候，国民党要大胆的讲出来接受9·2共识，而且还要在9·2共识基础上，我们促进两岸关系，结束敌对，走向和平。我觉得这对国民党来讲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两岸大论述。好，将军，我认为这个务贸跟服贸也好，我认为这都是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交往的一个桥梁。但是在经济上面，我们知道台湾是以贸易为导向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这个很清楚的。因为我们台湾就是2300万人，一定要跟到外面做生意嘛。你就是做生意的话，才能够赚钱啊。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在2022年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总共我们台湾对中国大陆贸易顺差，我们从中国大陆赚了1565亿美元，你折合新台币啊，就是4.7兆新台币，相当多啊！你看我们跟中国大陆，占我们所有国家的这个贸易占38.8%，都是卖到中国大陆，跟中国大陆彼此往来，他也有卖给我们，但是我们卖给中国大陆多，所以我们是得到的是顺差1565亿美元，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不能说得了便宜还卖乖啊！你这样子，你要跟中国大陆做生意，现在也要卖凤梨世家到中国大陆去，我们不要在那边感觉到有点酸葡萄的心理，因为这些工商企业，包含农业，因为凤梨家是农业，都要靠大陆的市场。刚才介大使也讲了，要靠大陆的市场。你既然要靠大陆市场，又这个比例又那么高，38.8%的百分比，那么高的百分比，你降不下来嘛？那在这个状况下，我认为要不认清事实？我认为要认清事实。因为经济跟政治的两个是我们讲紧密相连，没办法去把它分开的。因为第二个，我们来看，我们全台湾的股票上市还有股票上柜的公司啊，总共1200多家。在这1200多家股票上市跟上柜公司啊，到大陆上去投资，占70%，占73%。你看看73%比例非常的高。你这些上市上柜的公司到大陆上去投资了。2.6兆，26000亿台币，看多少的钱在投资在大陆？要不做生意要啊？那我们这跟大陆做生意，这1万多个品项，你包含农业、工业、商业，还有家电用品，总共1万多项，都会往中国大陆卖。那你要不要去？我们知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嘛。你今天看看这样子，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腰杆挺直？我们要不要去分散风险？政府要在方面去分散风险。分散到日本、到韩国、到美国、到欧洲、到东南亚，要尽量去做。但政府没有做啊，还抓了 ECFA 不放啊，有没有把 ECFA 终止7年多了，没有终止 ECFA。股票上市公司那么多的钱往大陆上去投资，政府有没有在那边做一个管控措施？也没有。然后要 ECFA 要不要取消？也不敢取消，7年没有取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一方面，对中国大陆的贸易上的依赖是越来越重。在那么重的状况之下，我们政治上还有多少的空间？我认为我们要衡量去横渡，这样子才能够确保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利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